左侧眉弓可见一挫裂创，创缘周围可见挫伤带。左边膝盖可见片状挫伤，背部可见平行条形擦刮伤，应该是抓痕。抓痕，这种伤痕自己无法造成吧？死亡时间大概6小时以上，初步判断应该是溺死。6个小时。昨天笑笑是晚上11点来找的我们，那他能确定是他杀的？保守一点的说法是意外，如果冒险一点推断，有可能是凶手把死者头部按在浴缸里面，把他弄死的。溅出来的水都被脚垫吸收了，不然凶手应该会留下脚印。还有，背部的伤，有可能是打斗伤。那就先按他杀走，然后再小心求证。好，在背部伤上面提取 DNA。好。这种抓痕，指甲缝里应该会残留皮屑吧？肯定会有。笑笑现在在哪儿？他在市二医院，医生让他住院观察。刘队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我们大家都是为了笑笑好，所以更要调查清楚。不用担心，相信证据。国超，你去取一下监控。好。萌萌，你跟我去趟医院。好。笑笑，陆队长，好点了吗？他真的死了吗？小，关于你丈夫的事情，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希望你能如实回答。好，你们问吧。肺表面有肋骨压痕，切面可见泡沫样液体，肺脏呈水性肺气肿，食管及气管都有溺液，那就能确定是溺死的。但是颈部解剖是阴性。如果有人把他的头按进浴缸，那他的颈部一定会有受伤。但是结果是阴性，那就说明没有人按他，他是自己栽进浴缸的。很有可能，还要进一步确定。等一下，你拿肝脏和胃液给于江尽快查一下。你认为凶手会下毒？要帮笑笑洗脱嫌疑，就要抓紧时间，不要浪费每一秒。我实在是忍不了他再打我，跟他待在那个屋子的每一秒都是煎熬，我只是想快点离开他。你离开家的时候，宋启航刚刚开始洗澡。他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看着我，门是开着的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关上了，我才趁机逃出来的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楼道里或是楼下大厅有什么可疑的人？没有，门外没有人。我坐电梯下楼的时候，好像是碰见了1、2个住客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嫌疑。我出了小区就直接上了路边的一辆出租车去了顾初家。那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宋启航有没有事先约什么人来家里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在你离开家之后。不知道，至少他没跟我说。我跟他结婚后的这段时间，也没见他约朋友来家里。你们家大门钥匙除了你和宋启航，还有谁有？就我俩。哦，还有前段时间来照顾我的保姆蔡阿姨。把保姆的电话给我。现在我要给你采一下血样和指甲缝隙残留物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哎，正要找你呢，不说。给。笑笑的样本吗？对，血样和指甲缝隙残留物交给你了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老姐，情况怎么样？陆队在宋启航家发现了4组指纹，有3组已经成功配对，分别是宋启航、
肖笑笑和他儿子甜甜，还有一组没有找到配对，可能是那个保姆。罗队，罗队，吴超，哎，怎么样了？校友保姆蔡玉芬已经传唤了，在来的路上。好。天天这两天一直和他亲妈在酒店待着，是笑笑安排的。据他昨晚报警的时候说，保姆在宋启航回家后就已经离开了，也就是7点钟左右，所以在案发的那时间段里，应该只有宋启航和笑笑2个人在家。笑笑遭受家暴，有合理的杀人动机，有充分的作案时间，目前看来是最大的嫌疑人。哎，监控有什么发现吗？他正发现。校友说蔡玉芬是晚上7点多从家里出来的，可是电梯监控一直没拍到她。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？我问校友要照片了，她应该穿的红色的外套。会不会是走楼梯啊？这是单元大门的监控，整栋大楼只有这么一个门能进出。照理说，她晚上7点多从死者家出来，5分钟、10分钟，怎么也能从这个大门出来了吧？可是我一直等，等到笑笑都出来了，还是一直没见到她。也就是说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小区。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宋启航家。我就是个做饭的，宋医生雇我到他家里，就是给他老婆做饭，顺便看着他，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蔡玉芬，昨天晚上你离开宋启航家以后去哪儿了？我就回家了。阿姨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确实回家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坐电梯走的，还是走的楼梯？还是再次回到了宋启航家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根本就没有离开那栋楼，你一直藏在某个地方，等宋太太走了之后，又再次回到那间房子，干了些不可告人的事。哎呀妈呀，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呀？我确实没有。那你昨天晚上到底在哪儿？警察同志，我说出来，你们可要替我保密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说吧。昨天晚上，我从宋医生家离开以后，我确实没有回家。其实我在宋医生家楼下还有一家客人，那家他们出国旅游去了，就把钥匙留给我，让我隔天去他家里照顾一下猫。就昨天晚上，我就叫了几个好姐妹们到家里来打牌。他们家里的地方大，吹空调又能免费，所以就打了个通宵，早上才回家。回家以后没睡到2、3个小时，就被你们叫到这儿来了。那为什么没有在电梯监控里看到你？就1层，我走楼梯要不了半分钟，等电梯那不是很麻烦吗？走楼梯你也要经过大堂啊，为什么还是没有看到？我不在地面走，我直接从楼梯到地下室1层，我骑电瓶车离开的。不信，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我那几个好姐妹们，我们一晚上就打了1晚上的牌，哪都没去。哎呦，我说警察同志啊，
我可是说了天大个秘密啊！你们可不能说出去，不然的话，那我这活就再也干不下去了。你好，小笑笑的指甲缝中没有找到死者的皮屑，也没有检测出任何死者的 DNA。相信证据。伤痕呢？ DNA 的检测呈阳性，也就是说有第三者的 DNA， 但不是他的妻子。难道是凶手的？大陈，死者的肝脏化验结果出来了。死者的肝脏内除了一些酒精成分之外，还有一些没有完全代谢的聚盐酸烯地那非。什么非？伟哥。大罗，我想通了。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都显示，这是一次意外，唯一的疑点就剩下死者背部的抓痕。为大家做个示范，顾主帮忙。 我们试着还原一下案发时候死者的状态。不对，不是这样。当然不对，我这个示范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之前的推断都错了。你早就有答案了。死者背后的抓痕是性行为造成的。我们化验出死者生前服用过伟哥。根据药物的代谢速度。 还有抓痕的新鲜程度来看，性行为是死亡当天发生的。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，但还是要小心求证。我知道是谁了，是那个护士。如果顾初观察没有错的话，那天宋启航有可能是在照镜子的时候。 发现自己背部有抓痕，心里可能心虚，所以关上了门。那么笑笑离开的时候看不见里面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案发现场怎么也找不到搏斗的痕迹和凶手的脚印，也根本就没有凶手。 你好，警察。请问你是徐护士吧？我是，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死亡案件有关，现在需要给你采个血样作为调查用，请你配合一下。谁死了？案子有眉目了，那个徐护士已经在警方那儿接受调查。你这腿啊，刚好没几天，得注意休息。知道了，在医院待的呀，我都快发霉了。你这搬回去了，天天呢？ 他妈把他接走了，他们两个想开始新生活，忘掉过去。好了，你们俩撤吧，我送他回去。走了，拜拜。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就给我好好的活着啊！有我呢。走，上车。 要不要下去走走？
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听不见啊？什么？我说让你让开。我听不见啊。都过去了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想一个人走走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，兄弟？啊，需要帮忙吗？喂，这里是滨海大学，我这边撞到人了，我车牌号是海91896。刘北辰，你没事？吃早餐。又添了好多职务啊！我记得你说过，每处理完一个案件，你就会为亡者种一棵植物。你还记得？但我们这一行呢，常会接触到死亡。我只是想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这棵是北辰，每个生命结束，我都希望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，让他们获得重生。北辰长得真好，特别有生命力。有时候呢，我也觉得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他一直在这里。我要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是谁？5年前那个饭局上，我知道是谁，让你父母最后走上自杀的不归路。你到底是谁？
小初，睡了吗？晚安。小初，小初，哦，来了。想什么呢？我没事吧？没什么。小初，我们上去吧。来了来了，你妈，我先去开门。哎，你姐来啦？是的，姐，北辰哥。姨妈，怎么才来呢？我带北辰来了。哦，姨妈，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你都改口叫姨妈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改口叫你姐夫了呀？别瞎说啊！我去天台给你拿香肠去啊。哎，姨妈，菜都已经够了，别去了。够了吗？嗯。哦，那行，那就开饭。够了。这个是我的拿手菜，尝尝。谢谢姨妈。那也尝一尝我炸的带鱼。哎呀，我也尝尝你炸的带鱼。哎呀，这炸的带鱼都没法吃，这都焦了，跟块炭似的。哎，你也别吃，你也别吃。行，可以。哎，你说你这手艺，你说跟你妈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你这，陆老师，你不知道，当年他妈的厨艺可以说是个跟特级厨师有一拼。那饭做的是特别好吃，不过现在可惜了，咱们都没有这个口福了啊。哦，对了，陆老师，我上次拜托您帮我打听的事儿，您打听到了吗？姨妈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那些不开心的事儿，咱就别提了。你还太小，你不懂。这件事情一天不查清楚，我这心呢一天也没法踏实。陆老师，您查出些什么了吗？我是打听到了。你打听到了？那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？的确。是有幕后黑手，可那个幕后黑手就是我父亲陆振阳。当年那个饭局，就是我父亲在幕后操控的，就是他让那帮人不借钱给顾家，这可能是导致他们自杀的原因。我真的不知道顾家跟陆家有什么恩怨，但是的确是我父亲间接害死了顾初的父母。我替我爸给大家道歉。你走吧，再也不
不想见到你了。对不起，姨妈。对不起大家。小初，可以跟你说两句吗？北辰，谢谢你愿意把事情主动告诉我。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任何隐瞒。可是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你说些什么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需要时间去消化。小初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才走到一起，可不可以不放弃？姐。喂，爸。多久没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没事，你是不会打电话给我的。说吧。我跟顾初在一起了，就是顾泽峰的大女儿。我知道。他也知道你对他父母做的事。我不在乎。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跟他在一起的，但是我也不在乎。好，那我就祝福你。谢谢。顾小姐你好。您好，您是哪位？谁呀？这么早？我是陆家的人，几年前咱们在北辰的葬礼上见过，您还记得吗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家秦姐想要见见你。秦姐？陆正阳的夫人，北辰的母亲。顾小姐。浩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浩然呢是秦姐的儿子。秦姐，顾小姐来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想喝点什么呀？别客气了，我记得北辰跟我说过，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。是的，陆家有3个孩子，有2个都不是我亲生的。
但是我对他们都是一个样子的。钱阿姨，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？顾家和陆家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。本来是没有什么可谈的，但是现在你跟北辰在一起了，我们就有必要好好的谈一下了。顾小姐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气质又那么好，怪不得北申、北辰两兄弟先后爱上你。自由恋爱对你们年轻人来说，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是对我们陆家，自由和家族之间，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。妈，来帮我看看，这两个哪个好？ I like both。嘿，嘿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意见。那这个，你想要多少？可以开个价。这位秦女士，你别搞错了，钱我有过，而且非常多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会为了钱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情。以前不会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这个，你还挺会演的。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顾大小姐了，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。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，我不会跟北辰分手。北辰，金怡，我跟我爸说过了，我不会跟顾初分开的。走。我爸肯定会怪咱们，连个小丫头都搞不定。这不挺好吗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爸最不喜欢看到的是什么？我明白了。您是说，如果这个野种跟那个顾家的丫头继续好下去，我爸肯定气炸了，是吗？你爸爸对他越不高兴，对你就越有好处啊。这就叫此消彼长，之前是因为我爸的事，差点把我们分开了。现在也是因为我父母，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原谅了我，也原谅了陆家。其实，是我父母原谅了你们陆家。小初、思思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爸妈已经永远离开你们了。对不起，我们是迫不得已才走到这一步。听我说，爸妈的事就别再去追究，原谅过去，给自己一条活路。孩子们，别哭，坚强一点。我们一家人曾经拥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闭上眼睛，看到了你们灿烂又温暖的笑容。爸妈要走了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爱你们。日子还是要自己过，
上一代的破事儿，让他翻篇吧。嗯，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好像不太好，我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他。以前北申也是，在他出事之前，我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陆正阳。因为他从来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。对不起啊，如果你不想提起的话，可以不用说。没事儿。我爸年轻的时候和我妈一见钟情，但结婚后，我爸一直在忙着做生意，他们俩聚少离多，陆家也反对他们在一起，最后还是分开了。然后就娶了那个秦姨。嗯。那你跟北申呢？我爸妈分开之后，我妈才发现她怀了孩子，而且是双胞胎。但我妈是个倔强的人，她没有告诉我爸，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自己抚养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有个爸爸。你们没问吗？有，但我妈总说爸不在，但是不在的定义是什么，我们也搞不懂。那后来呢？为什么北申又被送去陆家了？那时候我们10岁吧，陆家发现了我们的存在，就想把我们领回去，认祖归宗。我妈当然不同意，但协商之后，还是决定把其中一个送回去。当时，我和北申都想留在妈妈身边，谁也不愿意回陆家。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就让我们兄弟俩发揪。如果当初被送去陆家的是我，不是北申，那他的人生一定会完全不一样。他一定很恨陆家。我大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他自己是陆家的人。哎，对了，既然他在陆家，那他应该在美国读书才对。为什么我会在平海遇见他？那时候我妈病重，他就吵着回来要陪妈。但是没熬几年，我妈就去世了。那时候我们大学2年级。听北申说，妈去世不久，爸也中风了。那你当时在哪儿呢？为什么我没听北申说过他有个双胞胎哥哥呀？那时候我也在平海啊，只是不在同一个学校，不常见面。不常见面，也不该完全不提啊。我们关系不太好吧？是因为小时候他被送去陆家的事情吗？他觉得我们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凭什么我可以留在妈身边，他却被送走了？可是陆家的条件不是更好吗？虽然见不到妈妈，但是那边有爸爸呀。我爸打他，而且打得很凶。来，北申呢，是一个不会说话、不会讨人喜欢的孩子。他在陆家肯定吃了不少苦。在那种环境长大，他叛逆，他恨，这些我都理解。他应该是嫉妒你能留在母亲身边。他其实对你也不是完全的恨意。以前经常听他跟我说，他要学法医，他觉得很酷，很有意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应该是被你影响了。最后，因为法医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哎，胡龙，你妈讲。哎，来，行了，别干了啊！有什么事儿，你俩就直说吧。姨妈，其实呢，我们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想过来帮你干干活。你是不是想替那个陆北辰说话呀？姨妈，你还记得
我爸的遗书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他在遗书里吩咐我跟思思要忘记仇恨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你干脆来直接告诉我，你要跟那个陆北辰一直好下去，不就完了吗？是，我喜欢他，他爸的事情跟他无关。什么叫无关呀？啊，他是陆振阳的儿子，是你杀父杀母仇人的儿子，他爸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，怎么能说是无关呢？姨妈，现在都什么年代？什么年代了？什么年代了也不能嫁给仇人的儿子，什么年代了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什么年代？姨妈，你们这些当长辈的呢，只知道反对反对反对，一点也不知道理解。还有那个北辰他后妈也是，专门飞过来拆散他俩，简直就是个神经病。他还跑过来说话，我还没去骂他呢。姨妈，我们为什么要背负上一辈的仇恨，活下去？你累不累啊？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吗？我想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全世界有那么多男人啊，你为什么非要去喜欢陆振阳的儿子？我就是喜欢他这个人。我就是不同意。姨妈，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，但是我想和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求你找谁？我找秦苏。你是谁？找秦姐有事吗？你去问问他啊，问问他记不记得当年陆振阳逼死顾泽峰两口子的。我是顾太太的妹妹，我今天找他来是让他把事情给我说清楚的。你把门给我打开。不好意思，秦姐不在家。开门，开门啊你！你看我们这些老朋友，好长时间都没见面了，那就不要客气了，动动筷子吧。好，我们都太久没见面了。是啊，我们家老陆的身体不太好，离开他不放心。最近身体好一点，我才敢跟浩然回到国内，顺便处理一下这边药厂的生意。你都成了陆家的一把手了，又能持家，又能做生意，老陆有你这样的贤内助，还真是人生赢家呢。哪里呀？我们家的一把手永远是我家先生，还有浩然，我只是一个跑腿的。哎，浩然怎么没来呀？应该快了吧？他从药厂那边已经出来了，很快就到了，不用等他了，赶紧吃吧。好，来。姓秦的，你还以为你能躲得了我呀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，请你出去。别装了，我问你，当年陆振阳故意切断我们顾家资金链，逼死我姐姐跟我姐夫的事儿，你到底承不承认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服务员，请他出去。您好，请您。是，我知道你们陆家有权有势，我是不能拿你怎么样。但是我今天来，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是为了要一个说法，我要亲耳听到你对我姐姐跟我姐夫的道歉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，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是最让人觉得讨厌的吗？就是像您这种以为耍个泼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泼妇。哎呦，你他妈怎么打人呢？就是啊。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你姨妈今天找过秦姨，两个人还打起来了，闹得很僵。什么呀？谁说的？何勇打给我，告诉我的。怪不得姨妈情绪那么差。
不行，下班我得去看看他。罗队，问过几个目击者，没人看到他掉下来，也没人注意到他从哪个位置掉下来的。事发的时候应该非常突然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老陆马上就来了。我没事。小初，北辰，你妈死了。他的死因还不能确定呢。好了，现场我来处理，你平静一下。证物袋，给我。从自己家中坠楼的可能性不大，如果在家，不会随身带着钥匙。今天下午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不想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前2天说话太冲了。哎呀，不用说对不起了，你爱跟谁在一起就在一起吧，我又管不了，我又不是你爸妈。姨妈，你别这样说，我下班给你做饭好不好？不用，我吃不下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知道他不开心，没想到他真的跳下来了。是不是自杀，现在还不好说。你们什么时间通话的？下班前。他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我跟北辰的事情，还有他跟北辰的后妈吵架了。你妈跟谁一起住啊？她一个人住，也没有结过婚，只有我跟思思2个亲人。家里很整洁，看来没有被翻过。窗户都是关着的，不可能从这跳下去。手机没带，电视没关，应该只是暂时离开一下。我让手机带回去。好。洗衣机还是湿的，姨妈很有可能上天台去晾衣服了。姨妈经常在那边晾衣服，然后在这边晒东西。我经常跟她说这边很危险，她就是不听。哎，国超，拍照。
纤维，这应该是死者衣物上的纤维。他会不会是勾香肠的时候掉下去的？死者的小腿有一道淤痕，如果他真的是从这里坠楼的话，那小腿的淤痕可能就是这个围栏造成的。这也没有摄像头啊。罗队，你是说这里会出现其他的人吗？不管是他自己掉下去的，还是有人推下去的，或是他失足掉下去的，现在都不好说，除非有目击证人。到底是谁？谁要杀姨妈？小初，别这样，我们只是猜测。老陆，我需要你后妈家的地址。岑云是你姨妈，你要避嫌，不能参与调查工作。我知道。我先送你回去，工作完了过来找你。现在你姨妈的死因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不要再责怪自己了。不管姨妈的死因是什么，在她死之前，我确实跟她吵过架。我从来都没试过跟她说话那么凶，对她那么不尊重。她一定很伤心吧？从小他就很疼我，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。我还没来得及抱着他，告诉他我很爱他，他还没来得及亲口跟他说对不起。什么？岑云跳楼自杀了？您认识岑云吧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我见过他。什么时候见的？前天，他到我这儿来，我当时在家，他在外面骂大街，我就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没有理他。结果昨天中午我跟一帮朋友在外面吃饭，他又跑到酒店的餐厅来闹事。您刚才说不认识他，那他为什么骂你？您跟他是有什么矛盾吧？那是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是我们陆家害死了他的姐姐姐夫。其实，他的姐姐姐夫是自杀的。他在酒店是怎么闹的？哎呀，算了，人都死了，我都不想再提了。那个女人就是个泼妇，还敢动手打我妈，她死了是吗？该。浩然，别这么说话。这位是我的儿子陆浩然。陆先生当时也在场。他在。他姐姐姐夫生意失败，破产自杀，就把这笔账算我们陆家头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啊，他不开心了就可以动手打人是吗？你警察不管。浩然，他打谁都行，就是不能打我妈。浩然，死者为大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秦女士，昨天下午5点到7点，你在哪儿？在做什么？我在做 SPA， 怎么了？在哪里做的？一家水疗会所。你们是在怀疑我妈是吗？陆先生，
昨天下午同样时间，你在哪儿？他在打高尔夫，就在西郊的高尔夫球场。去那个会所和高尔夫球场核实一下。好，报案电话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那个号码是一个姓周的男人登记的，但是手机关机了。最后发出讯号的位置是在案发现场附近。让萌萌盯住了。OK。下午4点54分进的包间，晚上6点21分离开的包厢，没说谎。对，骆好然在当天案发时间确实在打高尔夫。这是一起奇怪的高坠死亡案件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它像是个意外。但是就在刚刚，报案中心接到一个周姓目击者的电话，说是看到了这个死者是被人推下去的，所以案件如何定性？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很难判断死者究竟是自杀、他杀还是意外，除非找到这个报案的目击者。周先生，我是刚才给您打电话的罗警官。当时啊，我就从这个窗口看过对面的阳台，我当时看到对面有一个女的，好像在够什么东西啊。结果后面突然间出了一个男的，把她一推，她整个人就掉下去了。当时把我给吓的。那个男人长什么样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你还记得吗？他穿黑衣服，戴着个帽子。当时长什么样我倒是没看清楚，不过他推完人以后马上就走了。我当时还在琢磨呢，要不要报案。周先生啊，您怎么证明您刚才所说的呢？我拍了照片了。拍照片？不可能吧？拍照片那是一瞬间的事儿，难道您能有预知命案发生的能力？啊，不，我当时是拍一个喜鹊，那个喜鹊就落在我的阳台上。我当时拿手机在拍那一瞬间，喜鹊飞走了，就拍下了对面阳台上的这些情况。我们能看看照片吗？可以。周先生，一会儿加您的微信，方便吗？没问题，可以啊。基本可以确定是他杀，但电梯监控里没有发现。只有一种可能，高进叫来。好。都过了好几天了，痕迹没有发现。如果凶手是走楼梯上去的，肯定会留下很多脚印。是没人打扫，人又不多，碰碰运气吧。地外有灰尘，踩的人不多，应该有机会。
指纹，应该有人带手套摸了亚夫手。这是5层半，岑云家住6楼，凶手应该是在这儿停了一下，也许是在等待时机，也许就在这个时候看到岑云上了天台。罗队，有发现，可能是凶手留下的外国烟，带回去。好。安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烟头上能不能检测到有效的 DNA？ 不敢保证，看运气了。罗赤找你是想了解一下你姨妈生前的情况。既然查出来姨妈是被人推下去的，我肯定会全力配合，希望他们尽快抓到凶手。我姨妈平时和别人来往不多，她麻将也不打的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她会跟谁结仇。想来想去，就只有青苏了。是，我对她确实有些偏见。